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在本期主题展开之前，叔想给大家讲一个人间的恐怖故事。1966，说到1966啊，很多人都会想到1966年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在西方世界，1966年也出现了一个极为荒诞的人间怪象。臭名昭著的前罗马尼亚大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这个人我们都很熟悉。他在1966年颁发了一个法令，就是著名的770法令。那么这个法令里面规定了什么呢？它规定罗马尼亚所有的已婚男女不得离婚，每对夫妻必须生4个以上的孩子。如果有任何人敢在婚姻的过程中采取节育或者是避孕乃至堕胎，将受到法律严重的判刑处罚。原本在所有计生用品商店可以买到的一些计生用品，瞬间就成了罗马尼亚这个国家的违禁药品。任何人敢在国家没有特批公文的前提下私自销售保险套、避孕药等等计生用品，均视为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那么为什么齐奥塞斯库会忽然颁布这种法令呢？这和我们中国的席奥塞斯库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那个谚语，皇上的一个屁，人间的一场戏。因为在上世纪的60年代，整个世界的格局是由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工业大干快上这件事上互为较量的一个时代。那么齐奥塞斯库则认为，新生婴儿它是一种劳动生产力，每个婴儿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任何男女都有权利也都有义务把自己的生育能力彻底的交给国家来统一计划。在这条法令里面还有一个更奇葩的规定，就是所有不生育儿女的夫妻必须在每个月的工资收入里面扣除相当的一部分，作为这个国家的婴儿抚养费，企图从收入这个人人都关心的民生问题上来打压那些不生孩子的人。然后罗马尼亚上上下下全社会的警力资源就只是去做共同的一件事情，去所有的乡村、街道、工厂、机关单位去检查每一个妇女每个月的月经情况。从此这个世界诞生了一个奇葩的职业，就叫做月经警察。那么在齐奥塞斯库这样惨无人道的暴政之中，罗马尼亚的出生率得到提高了吗？得到了。1年以后，罗马尼亚的出生率整整翻了1倍，而于此带来了非常多的社会隐患和惨无人道的人间悲剧。以罗马尼亚当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是完全没有能力消化这么多的女性忽然在1年之间涌到医院去生产小孩的，就使得原本有一些身体不足或者是先天疾病的妇女惨死院中，一尸两命。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家庭，家里实在是无力抚养这么多的小孩，最终只能被迫弃养。被弃养的孩子们就集体的涌向了孤儿院，孤儿院人满为患。还有很多罗马尼亚的年轻妇女不堪忍受这种沦为了国家生育机器的人生，开始从多瑙河逃往边境，逃往其他的国家。但是罗马尼亚的军方会长期镇守在多瑙河上，一旦发现有人偷渡，就在河岸上疯狂的扫射，像极了后来的脱北者。而脱北者之所以脱北，是因为他在朝鲜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已经没有粮食可吃，面对生与死之间，他选择赌上一把去偷渡到对岸的延边自治区。而罗马尼亚的妇女当时仅仅是不想沦为生育工具，在做一个种猪和做一个人之间选择铤而走险。但是很遗憾，大多数的年轻生命最终血染多瑙河。与此同时，我们再看看罗马尼亚国内，仅仅1年的时间，罗马尼亚婴儿的死亡率激增了146%。而就在这个时候，面对全国上下婴灵一片，齐奥塞斯库又心生一计，他再一次颁布规定，所有新出生的婴儿必须要满月以后才能登记为新出生人口。那么也就让那些胎死腹中的、生下来就早夭的婴儿
不再纳入国家新出生人口的统计范围之内。不被统计的婴儿则视为没有来过这个世界的婴儿，直接丢弃焚毁。可能听到这儿，很多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朋友们想有一个灵魂的拷问从胸口喊出来，难道罗马尼亚人民就不会造反，不会抗议吗？叔告诉你，不会的。妓院把丧心病狂和泯灭人伦玩到了这种花样的齐奥塞斯库，他的政治舞台生命还剩下足足20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邪恶的独裁体制里面，只要你有能力不停地炮制出来更剧烈更新的人民内部矛盾，那么过去你双手沾了多少斑斑血迹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独裁体制都会给你的另一只手发一张免死金牌。这也就使得我们在过去的历史中经常会看到一个怪象，所有独裁国家的人民忍耐力是无限的攀高，而与此同时，暴政统治者对人民施加的暴政也同样是变本加厉。到底是这些骨血里面原本就流淌着劣根性的奴民亲自缔造了这样一个独裁者，还是大独裁者用自己层出不穷的管制手段把这些原本具备思想意识的人生生奴化成了韭菜呢？面对这个问题，再放眼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只能说出4个字：互为因果。那么叔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去回述这一段黑色而悲情的历史呢？因为10月30号，中央又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新计划生育的各种政策。提到计划生育，我们中国人本能会反映说，计划生育那不就是我们80后、90后，甚至是一部分00后所赶上的那个时代吗？没错，那就叫做计划生育。但是此计划非彼计划，在我们过去的计划生育体制里面是不让人生孩子。太多的家庭仅仅是因为想多要一个小孩，在那个年代就被革去了公职。大家不要忘了，在那个年代，中国城市人口主要的就业管道是公职单位，是工厂，是机关。一旦被革去公职，这个人只能自由流放到社会上，就业可以说是相当的困难。还有很多农村家庭怎么办呢？为了防止农村家庭多生孩子，去把那些已经私生下来第2个、第3个孩子的农村家庭，把他家的牲口牵走。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农村的牛啊、马呀、驴啊、羊啊，那是主要的劳动生产力，那是一家人吃饭的东西，牵走当成罚款。甚至更有甚者，把农村很多家庭的房子给人家拆了，因为很多农民没有钱，交不起罚款，你总不能把交不起罚款的人给枪毙了吧？那怎么去惩罚这些超生的家庭呢？就是推他家的房子，让他无家可归，风餐露宿。我相信所有没有在中国大陆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都没有办法搞清楚计划生育到底是怎么一种荒谬而恐怖的行为，它为什么在那片土地上能被实施并且执行了几十年。生养这个仿佛属于人最基本的生存权益的事情，为什么在那样一个荒谬独裁的国家里面，居然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子宫捐给国家几十年呢？尽管有一些人真的是被迫无奈，那么为什么家里的男丁也不敢去反抗呢？有，不是完全没有。尽管这样的勇夫在这个社会上永远是凤毛麟角，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另外一个层面，中共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邪恶这个层面上，它是知行合一的。第一，因为它并不给人民群众灌输爱的教育，这也使得中共对信仰这件事情是特别的忌惮，甚至在非常多的历史时期里面，它就是要灭众教立一教，而这种带有神性、带有佛性的思想和中共所主张的丛林法则是背道而驰，甚至是互相打架的。中共管制每一个个体生命，
他采用的方法都是利益绑定，甚至是生命绑定。所以这也就导致于说，中国人被奴役了这么多年，但是依然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超级的慕强爱好者。那么这种深深的慕强意识植入在每一个奴隶的心中，就会形成一种非常奇葩的效应，就是即便群众已经有人不能忍受这样的高压暴政了，开始遍地张献忠，但是中共所采用的方法就会直接用坦克车从张献忠的身上再压一遍。那么面对坦克车所碾压过的尸骨和血浆，所有来自于自由世界具备普世价值的人都一定会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看到了这样的暴力与血腥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会揭竿而起。 No， 就是会揭竿而起，甚至我再说少一点，想揭竿而起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绝对连1%的比例都占不到。99%的人会在坦克车从人民的身上碾压过去的那一瞬间疯狂地爱上坦克车。可能海外的朋友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这是一个什么心理逻辑。坦白讲，这个心理逻辑如果在这块坐下来分析，可能分析1年都搞不清楚。它非常的魔幻，它很像一种量子纠缠，它没有规律，它没有大小，它不停的膨胀，也不停的变化，但是它却矛盾的粘连着。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年俄乌战争爆发的第1个月，中共开足了宣传马力，各种替他额蝶摇旗呐喊。而与此同时，我看见了我朋友圈里有一个怪象，很多人从来不关心政治，而且这帮人可以在政治上小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连什么叫做人大代表，什么叫做人大常委，他都分不清楚。就是这样的一群人，瞬间点亮了朋友圈，疯狂的刷屏。在刷屏什么？刷屏普京好帅。我看完以后我都傻了，我想说你们这些人，而且很多都是一些不关心政治的女性，平时你们不是晒各种甜点、下午茶、咖啡杯吗？晒你们的 Hermes 包包吗？你们怎么忽然间发普京的照片了？我还点开头像，是那个人吗？还真是他。我非常清晰的记得，就在那一天的时间，这样的婊子我一共拉黑了不下于10个。而且我还不能免俗，拉黑他之后去跟我共通的朋友大骂这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病啊？俄乌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更何况他一个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人，他一个连泽连斯基是干嘛的都没有听说过的人，他在这块当什么普京的迷妹儿啊？难道就因为普京敢于发动战争，敢于发动侵略战争，他就深深的迷恋这种人吗？对，我不是贬低中国大陆的女性，我只是特指中国大陆的男权社会里面圈养出来了一群非常非常奇葩的女性，从古至今从来都没有灭种过，就是他们喜欢暴力，他们喜欢压迫，他们精神上是喜欢 SM 的，他们就喜欢意淫那种暴力的小黄文，他们幻想着一个油吃马虎的大糙汉，可能3天都不洗澡了，进了门之后啪啪2个大嘴巴，直接把他打倒在地，衣服不是用脱的，是直接给他撕烂，上去就是 fuck 的45分钟，一节课下来之后香汗淋漓，再啐他一口唾沫，他就感觉到达到了人生的潮吹。而这种性幻想转换到了现实社会里面，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对于某些大独裁者情不自禁的歌颂，一边抱怨着自己被奴役，同时又歌颂着自己被奴役。为什么我们要从计划生育聊到了 SM？ 因为叔想跟大家探讨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奴性从何而来。也正是因为这个弥漫在中国人基因里的奴性，
使得很多奇葩的暴政在这儿它就是能够推进，它就是能够实施，且它真的没有人反抗。海外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对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颇有兴趣，叔建议你们去搜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来自于中国著名的人口大省山东省。在这个省里面曾经搞过一个社会运动，叫做百日无孩。但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就是当你们听到百日无孩这4个字的时候，你不觉得它特别像是一个鬼屋吗？特别像一个商业游戏项目，但它不是。它是曾经在中国山东省展开的一个社会运动，在100天之内，这片土地上不能有生命出生，为了满足国家的计划生育。而今天计划生育又一次的卷土重来，推出了它的 2.0 反向版本。过去是你生孩子，我则强行堕胎；今天是我则通过行政和利益的绑定手法，逼迫所有人必须给我生韭菜。那么10月30号推出这一系列的新政，具体有几个方向要去实施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要在社会上大力的去推广提倡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计划生育新3观，加强人口为国策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且把这份人口为国策的教育理念写到中小学以及大专的课本里面去。听见了没有？又要把这些糟粕写进大中小学的课本里面，我都不禁感叹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中小学课本那到底是个什么垃圾桶？为什么每隔10几20年换一个新的独裁者，就会滋生出一批新的有毒思想，然后刻到大中小学的课本里去，让这些未成年人把这些有毒思想吸收到自己的大脑之中，然后用一生去排毒，且排不干净。这个国家所有的未成年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党国体制甚至个人集权的一种试验田。就冲这一点，所有能够看到本频道的直男直女们，有家庭准备要孩子的家庭单位们，你们应该深深的思考一下，生下来孩子您到底要放哪儿养？如果你就放在神州大地上养，那这个孩子就要去接受这种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停改来改去的有毒教育。你愿意让你的孩子接受这样的教育吗？第二，要制作一系列优秀的影视作品、舞台剧以及网络视频，来大力宣传生孩子的好处，要鼓吹生孩子才是人这一生唯一能够获得的天伦之乐。我们这代人童年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影视作品，它也是有关于计划生育的。这个影视作品由中国著名的喜剧演员黄宏和宋丹丹来表演，它是一个小品，曾经在中国风靡千家万户，是所有人茶余饭后笑声的源泉，它叫超生游击队。超生游击队这个小品就是用一种诙谐幽默的形式来讽刺农村的年轻男女不停地想生儿子，而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多重隐患。而今天同一个党，同一个政府又掉头鼓励你多生，并且又要创作一系列的影视作品来企图洗你的脑，洗你的子宫。我闭眼都能想象出这些影视作品的创作方向和内容是什么，就跟战狼跟长津湖都是一个系列的，只不过把里面的主题从为国捐躯变成了为国生娃。第三，虽然没有明确的写在文件里面，但是据大陆很多网友最近的反映，中国已经有了自己新一代的月经警察。有非常多年轻男女刚刚在民政局领完结婚手续，
然后就收到了街道办居委会或者是民政局直接打来的电话，询问什么呢？询问女方的月经情况。那么基于这个现实，我们每一个人完全有权利更大胆地想象一些，在不久的中国社会里面，计生用品将实名制采购，想到医院去办理结扎的男女必须获得政府的特殊批文，而这一系列的管控政策就会滋生出一个新的犯罪摇篮，就像当年的罗马尼亚一样，叫做医疗黑市。太多的妇女为了躲避生孩子这种政治责任，又无法去正规医院拿到可以堕胎的批文，就不得不去选择那些地下黑产。而地下黑产完全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和法律的健全体系，就会导致非常多的婴儿和妇女在地下黑产里面无辜无奈的死去。与此同时，那些原本在药店就可以买到的避孕药、安全套，可能在黑市上就被炒成10倍、20倍甚至更高的价格在兜售。所以极爱囤货的中国大陆同胞们，你们不是在日本喝沸水的时候又囤米又囤盐吗？你们应该把这种囤货精神调转一个方向，多囤点保险套。掐指算一算自己平时多长时间会有一次性生活，您照着10年为标准，先囤它几百个几千个，那玩意儿也没有多少钱，总比以后真想用的时候跑到黑市上去买一些假冒残次伪劣品要强。最后叔又要来找骂了，因为我在本频道里曾经不止一次的劝诫过男男女女，没事儿别他妈瞎生孩子，引来了非常多人的愤怒。很多人认为我反人类，但是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我邪恶，我觉得我大善，我善到了有时候都怀疑我是不是观音菩萨转世啊。就是我为别人操心，为你好，我怎么能操心的这么本质？就又是反代孕，又把孔融的父母恩论搬出来，又提倡各种自由的意识，又讲宇宙是虚幻的，人间不过就是一场电子游戏。你说我到底图什么呢？您生完的孩子也不归我养，而且说实话，对我也没啥好处啊。人人都不生孩子了，到时候我也没有鲜肉可用了。我不也是受害者之一吗？那为啥我顶着受害的这种隐形危险，还要劝你不要乱生孩子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不立危城之下，书今天把它翻译成一个现代版，人心善者不要把娃生在红旗之下。